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Fast API 实战分享系列。这期视频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使用 Fast API 来实现增删改查功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在前两期视频中，我们完成了项目的初始化和容器化工作，并且写了一个查询 Post 的接口。接下来我们就要实现对 Post 资源的增删改查功能。首先，为了更好的生成 API 文档，我们来给 Post 路由添加一个标签。然后再给 post 接口写一个描述，并且把它的方法名改为 list post。为了让视频更简洁易懂，我们来创建一个内存对象，用来模拟传统数据库的读写操作。在项目根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 database 的文件，然后我们用 data class 来模拟数据库。data class 中的属性可以用字典来模拟数据库中的表。比如这里我们创建一个 post 表。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 user 表。现在我们可以通过 post init 方法来给两个表分别添加一些数据。通过使用一个 for 循环，我们来添加3个 user。每个 user 拥有自己的 user ID、邮箱和创建时间。接下来我们再给 post 表中添加5条数据。同样，每个 post 有一个 ID、标题、创建时间，并且还有一个作者的 ID， 也就是我们的 user ID。我们来随机抽取一个用户 ID。好了，现在就可以创建一个数据库对象，然后把它设置为这个模块唯一可访问的对象。这样我们的数据库就编写完成了。在以后的视频中，我会把它替换为传统数据库，并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使用六边形架构这种设计模式，来帮助我们轻松的更换项目的基础设施。现在我们把数据库加载进来，然后让这个接口返回 post 表中的数据。OK， 现在来测试一下 makeup。服务启动了，我们来发一个请求试试。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成功读到了 post 表中的数据。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数据格式可读性很差，而且完全暴露了数据库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定义一个 API 响应模型，作为中间转换层来给客户端返回所需要的数据格式。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新目录 schema， 然后我们在里面再添加一个模块叫 post。接着我们使用 Python-dict 来创建一个 post 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定义返回给客户端的数据。为了方便理解，我把属性名称和数据表中的名称保持一致。把 user ID 替换为一个 user 对象，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创建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再创建一个 user 模型，用同样的方法给 user 模型添加不同的属性。然后把 user 模型加载进来，这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需要告诉我们的路由返回的模型是一个 post 列表。我们来把 post 模型加载进来。接下来就是来便利我们数据库中的 post 表，用来创建 post 实例。这里我们还需要去便利 user 表，通过 post 表中的 user ID 来查询到 user，用来创建 user 实例。
再来测试一下。重新发送一个请求。OK， 没问题。可以看到我们收到的响应是 POST 模型序列化之后的结果。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实现一个获取指定 POST 资源的接口，也就是 getPost。在 URL 中，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POST ID 来查询数据库。我们把它声明在路径参数中，这样就可以通过 POST ID 变量来接收传入的值。首先，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POST ID 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就返回一个404错误。这里我们先直接使用 Fast API 提供的 HTTP exception。之后的视频中，我会和大家分享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处理异常，并且自动生成到 API 文档中。接着我们返回 POST 对象。同样需要通过 User ID 来查询 User 表，来创建 User 对象。我们先获取一下所有的 POST。可以看到我们一共有5个 POST。然后我们试着获取一下 POST ID 为5的资源。OK， 这里就没问题了。接下来要实现的方法就是创建 POST 的接口。这里我们将 HTTP 的调用方法设置为 POST， 返回的模型也是 POST 模型。创建成功后返回201状态码，然后我们写一个 create POST 的方法。在这里我们需要定义创建请求时可接收的参数，并通过一个变量来获取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数据。那么就需要新建一个 POST create input 模型。假设我们只需要一个 POST 的标题和一个用户的 ID 来创建新的 POST，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POST create input 实例来获取客户端请求的数据了。首先，先来检查一下传入用户的 ID 是否在数据库中存在。如果不存在，返回错误，状态为422。接着创建一个 POST 对象，使用一个递增 ID， 并且传入标题和创建一个用户对象。最后把这个对象写到数据库中，并且返回 POST 数据。好了，我们来试着发一个请求。这里我们依然有5个 POST。现在来创建一个新的。OK， 返回201和新创建的 POST 对象。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POST 列表，可以看到新创建的 POST 对象已经被写入到数据库中了。到这里，我们创建 POST 的接口已经开发完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创建一个更新 POST 的接口。我们需要把路由的 HTTP 方法设置为 patch， 然后在 URL 路径里头需要一个 POST ID 参数，返回的状态码为200。这里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模型 POST update input 来接收客户端发送的数据。假设更新请求中我们只接受标题，然后我们把它加载进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对象来接收用户端发送过来的数据。首先我们需要检查一下这个 POST ID 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我们返回404。接着我们就可以从数据库中读取这个 POST， 然后把标题更新一下。最后我们返回这个 POST 对象。
好了，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先获取一下 post 列表，我们依然有5个 post。现在尝试更新一下 ID 为5的 post。我们给一个标题为 test update。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post 的标题已经被更新了。我们再来获取一下列表。OK， 没问题。现在再来写一个删除 post 的接口。这里需要把 HTTP 方法写为 delete， 不需要返回任何数据，状态码为204。同样通过 URL 参数来获取 post ID， 接着检查一下 post 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我们直接返回，否则把它从数据库中删除，然后返回空。再来测试一下，先获取 post 列表。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 post。好的 ，ID 为6。再获取一下列表，可以看到它已经被创建了。现在我们试着把它删除掉。OK， 204。再获取一下列表，它已经被删除了。我们获取一下 ID 为6的 post， 返回404。好的，到这里我们的增删改除的接口已经开发完成了。最后我们把这个 router 对象设置为这个模块唯一可访问的对象。现在我们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我们的 API 接口文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尝试调用不同的接口，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试试。在之后的视频中，我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进一步优化异常处理，如何使用传统数据库和使用6边形架构来开发项目，进而提高项目的可维护性和扩展性。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赞订阅，希望通过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学习，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留言交流，下期见。